在生活中，作品的强烈反差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摄影的创作过程中，为了使摄影作品能够更好地表现主题，大家常常会运用对比的手法，在画面中找到一个参考物，作为衬托主体，能够使我们的作品更加直观地表现主题。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色彩对比，通过大面积的单色与小面积的艳色形成对比，突出了树叶的色彩，使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和谐，很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球。这幅作品拍摄者通过大面积的黄色突出了正在行走的人物。这幅摄影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大面积的单色来突出小面积的人物，从中起到吸引眼球的作用。像类似的作品，实际上我们在拍摄中是经常可以用到的，比如说雪中的梅花、万花丛中的一点绿等等。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同样是一种色彩上的对比，其中还包含了藏与露的关系。我们所说的藏就是形象的不完整，我们所说的露就是形象的完整。这幅作品拍摄者通过实与虚的关系，有藏有露，使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含蓄，有回味的余地。当然，我们说摄影的对比不光是色彩的对比，还有动静的对比。如果我们拍摄的画面都是静止的，就会过于单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来拍摄出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这张瀑布的照片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石头是静止的，而流动的瀑布却是动态的，使我们看上去整个画面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扇动翅膀的小鸟在树枝旁嬉戏，这就是一种小鸟与树枝的动静结合。所以我们说摄影是静态的艺术，也是动态的艺术。只有在一张照片中，瞬间和永恒才能共存。接下来我们再说一种另外的对比方式。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就能看出来，它是一张明暗对比的照片。这幅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菊花有明有暗，作者通过光和影的结合来进行拍摄，让画面形成了明暗的对比来表现主题。下面这幅照片同样也使用了明暗的对比，拍摄者以大面积的黑色为背景，突出了火柴的燃烧火焰以及烟雾，使整个画面看上去既简洁又干净。我们再来看这幅作品，作者同样通过隧道里的灯光，随着灯光的方向，在照明灯的间距中产生一明一暗的效果。这种明与暗的变化在隧道中交错，将我们的视角自然带向远方，使整个画面透视感很强，有很大的视觉冲击力。还有一种对比方式，就是虚实的对比。虚和实的对比是一种常用的对比方法，通过虚来衬托实，用大光圈控制景深，使整个画面带有了空间感。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同样也是通过蜡烛的虚实对比，增加了作品的神秘色彩。拍摄者通过大面积的暖色，同样也使画面看上去非常的温馨。说到暖色，我们当然还有一种对比方式，就是暖色和冷色的对比。在大家的印象中，红色、粉色、橙色，这些都是给人以火热温暖的感觉，而蓝色、紫色、青色这些颜色给人以冰冷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用冷色调和暖色调进行对比的时候，很容易突出主体。我们知道黄色和蓝色是对比色，同时黄色也是暖色，蓝色是冷色。两种颜色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小鸟看上去更加的耀眼夺目。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果实是红色的，背景和树叶都是绿色的，红色和绿色同样也是对比色，这样的冷暖结合更使画面看上去鲜艳夺目。
当然，我们也不难发现，除了红与绿色的对比以外，也能看到实与虚之间的对比。我们再来看这张动物的照片，同样是一种冷色和暖色之间的对比，所以我们在拍摄中要注意色彩的冷暖结合，这样才能拍出迷人的画面。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远近的对比。这幅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近处的树枝和远处的建筑物。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只拍摄树枝的部分，就很难得到特殊的意境。我们通过远景与近景的结合，我们通过小光圈控制景深，让远近的景物都变得非常的清晰。通过这种远近的对比，能让人感觉到这张照片既是典雅幽静，又非常富有意境。下面这幅作品同样也是通过远近的对比，作者通过前景的树木衬托出不远处的小船以及远方的山脉，通过远近对比的方式，使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富有层次。这幅作品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拍摄者是运用远近对比的方式来突出主体人物以及湖泊的形状及远方的山脉。除了远近对比之外，还有一种对比是疏与密的对比。密不透风，疏可跑马，是古人对疏密关系的最佳总结。这对于摄影构图来讲同样适用。这幅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密集的灯光，还有下方狂热的歌迷。在这种狂热热烈的场面中，我们一眼便看出了这位女子的突出位置以及不远处的歌手。这幅作品很好地表现出在密集的人群中，两个人物变成了视觉的中心。我们只要在生活中仔细观察，这种疏与密的对比是能够发现的。这幅照片同样也是通过疏与密之间的比较。这幅照片同样非常有趣，主体的中央位置是老人端坐在那里，而他的周围却布满了鸽子。这些鸽子有的要飞起来，有的已经飞到半空中。这幅摄影作品，作者不但通过了密与疏的结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动静的对比。这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照片，所以我们说我们所看到的大片并不是因为它套用了某种形式，而是运用了他们自己的摄影技巧。我们在运用摄影对比时，要遵从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就是要还原它的真实；第二，是表现它们的美感。我们要传递什么样的情绪，呈现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在摄影中至少要有我刚才所说的2个以上的目的。我再重复一遍：第一，还原真实；第二，表现美感；第三，传达情绪；第四，呈现概念。我们在拍摄时至少要考虑到以上2个目的。所以我们拿过相机不要急于拍照，我们要先去发现事物的特质，再来尝试利用对比进行构图。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